Hello，各位新浪娱乐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震耳欲聋的监制饶晓志。各位新浪网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震耳欲聋里面李琦的扮演者谭延次。新浪娱乐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震耳欲聋的导演万历。我跟万历是老朋友，所以他这一次拿出他新的选题和他们去做了很多的调研采风，创作出来的震耳欲聋这个剧本，故事上就很好看，人物也很精彩，视角我觉得也比较新颖。从万历身上，他的成熟度，他对影像的把控，他对故事的把控，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可能最多我能够去帮助万历想一些事情，一个就是演员，除了剑刺、西雅这样优秀的，也有好多也是我之前合作过很多次的这些演员，他们也都能够聚在一起来跟万历导演一起合作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种支持吧。作为新人导演来说，其实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别人怎么能够信任你。借用老金在片尾的那句话，就是一切合作的基础吧，也都是信任。所以说有了饶导在组里面，无论是演员还是一些主创，那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底子的一个组，所以说就会很信任我，那在接下来进行沟通啊创作呀就会顺利很多。所以老饶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作品的一个定海神针。对我觉得我在这部电影里面得到了非常有效的历练，因为我们这个电影从开拍前我们是有排练的，这个是我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种会排练的剧组了，像排话剧一样。因为大家也知道饶导是做话剧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在前期导演带着所有的演员，我们先排练了很多比较难拍的戏，包括围读，包括这种对角色的理解和挖掘，我觉得这些都是导演和监制帮着我一起，所以学到了很多。坦白说，其实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剑刺，剑刺小时候也来看过我的话剧啊。当我们把这个剧本摊开，我们要去选择演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列表。剑刺的名字就在里面是非常的突出和闪耀，然后我们就约了剑刺一起到我工作室来聊了一次。剑刺他很松弛，就是他也没有那种第一次来见导演捯饬一下呀，打扮呀，好像还穿着个踏拉板之类的，我觉得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上来我们也就直奔主题，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局促的那种介绍啊什么的。我觉得那整个感受就觉得李琦就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个行业里，比如他有他的游刃，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三个就在工作室吃着火锅，也没唱歌，没唱歌，吃着火锅，然后聊了聊对剧本的看法，对人物的看法。我觉得那一次的会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相互是对彼此的信任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也是我看到剧本最吸引我的一点。我将近也有半年没有拍戏了，那段时间一直在忙演唱会的事儿，然后看了很多剧本，但是一直没有说哪个角色一下能够击中我的。我就记得这个剧本我当时拿到了，我看完第一眼一下就打住我了。我说这个人物复杂、有厚度、立体，而且他真实。跟这个群体真正接触以后，我更坚定要演这个角色，演这个戏，因为太震撼我的内心了。我进组的时候我还跟导演他们分享过，他们给我用手语唱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动的不行，就是绷不住的那种哭，想哭。他们透露给你的那种积极的、有能量的、充满阳光的心态，是你在生活中好像有时候会麻木掉的一种内心。所以接触了他们之后，我会更加的想要去把这个角色演好，把这个故事给讲好。有没有什么小细节，就是你觉得适合加在李琦的人物身上的小细节？我记得那时候跟监制讨论了一个，就是李琦在爬上32楼之后，他经常做一些这种动作，松松领带，他这个是一种无形的枷锁吧。这个枷锁也是想传递你本身其实是一个聋人家的孩子，但是你特别想摘掉这个标签，西装领带，对，枷锁，包括导演他们设计的这个领带的颜色也是有讲究的。对，我可以分享一个小细节，是剑刺想的，就是在影片一开始在蹲马桶的时候要敷个面膜，那就是剑刺一开始出的主意。他说完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其实我们前半段讲的就是李琦一层一层的卸下自己的伪装，最后回归本真的一个故事。所以说
他当时就提出，他可以敷面膜，因为他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人，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也给一开始的那种这个基调添加了一点点这种喜剧幽默的那个成分在。对，包括后来一些网友解读的，就是他那个表盘掉了，也是一个面子和里子的关系，我觉得都特别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他越来越不自如了。倒回去说啊，就是李琦，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普通到就是生活中一抓一大把那种感觉。因为他的出身，让他感觉自己蒙受了这种自卑也好，什么也好，他不停的想要去挤进他认为的上流社会，包括他的金表，其实都是在影射我能过得更好，让别人感觉到他过得很好。那李琦到最后完成自我救赎，是我真的摘下了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对自己进行了回归到我最本真的我，那才是我认为的我过得更好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人物成长的很大的一个点。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我去采访原型张琦律师的时候，我第一天去，他正好就有一个这聋人的一个当事人，是个大叔，然后来找他，一直在处理他房产被诈骗的那个案子。我现在还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大叔他一边用手语在比划，就说他自己有一天突然回到家，发现那个门锁被换掉了，敲开门，然后里面已经住着别人，然后他拿出房产证来，那个名字也换成别人，所以他申诉无门，就只能这个连夜卷铺盖卷，然后去找别的地方住，然后一边比划一边眼中的泪水都快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深切地体会到这种聋人在这种情况下无助的这种感受。但其实我觉得这种感受，虽然我们拍的是聋人，是一个少数群体，但这种情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碰到的，就是我们都会有那种想忍气吞声的时候，或者是不敢发声，或者羞于发声的时候。所以就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潜移默化的会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中去。我们最终想表达的就是该发声的时候要发声。每天收工以后，我们会余出来1-2个小时，再去到现场去排练。而且大家看到的现在的这个一镜到底，其实已经是剪了一半的了。对，因为原来我们的一镜到底真的基本上是20分钟，很长，牵扯到人物很多。对。然后最后精简了一下，就是把电梯的这个戏给剪进去。然后这个电梯当时也出了很多问题，因为它不受控。我们中途真的有过一段时间，就是说放弃得了，别一镜到底了，这个太难了，根本实现不了，就这么点空间，怎么一镜到底？最后导演就是很坚持，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拍出来，最后也真的做到了。对，我记得当时连夜回去跟那个制片组、美术组开会，我说我们一定要搭一个电梯，最后他们就搭出来了那个电梯。因为电梯门的开合是不受控的，所以后面藏着2个人，就看演员回来的时候，啪把门给推上，然后演员再扒住再拉回去。对，所以是各个工种的一个配合，也包括演员的精彩演绎，才呈现了那个长镜头。我是非常喜欢的，我也可以透露一个细节，拍到大概第4、5条的时候，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没问题了，特别好，我就去张罗吃的了，等着他们拍完直接来吃饭吧，来稍微庆祝一下吧。我对西雅真的是，他们都说是这一眼万年。其实我们最早剧本的阶段有考虑过小蕊要不要是一个12、13岁的小孩，后来觉得可能找小朋友确实很难呈现一些复杂的东西，因为他不是单纯的一个童心的那种角色。后来就把年龄往上调，我就在网上再翻，然后翻，突然翻过再翻回来，我说就是他呀，他就是小蕊啊。我觉得西雅是一个大家公认的那种天赋型选手，像法庭戏坐在下面的观众其实是最难演的，因为他只能去展现各种反应。但是就像西雅这么有天赋的选手，他能把对于他来说可能本来是一个过场戏的戏变成他的名场面，也变成他的演技时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觉得西雅是一个让我感觉到他是非常非常沉浸式的一个演员，因为他扮演的是个聋人，他在现场从来不说话，我感觉永远都是自己找一个角落就这么待着，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甚至有时候你会忘记他是兰西亚，他就跟一帮聋人坐在一起用手语聊天，就是你完全感觉到他在片场他是很沉浸的，他不会有别的弯弯绕绕打打闹闹，这些很少，所以跟他演戏的时候完全不会说有跳戏的这种可能，他给你的感受就是我就是小蕊，我就是一个聋人家的孩子，所以跟他演戏我也会被带得很沉浸吧。
某种意义上，我看到西雅表演的时候，我也会被震撼。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剑刺、西雅这样的影响到的那些喜欢他的朋友们，更多的看到这个电影本身，让我们中国电影也能够有更新鲜的血液加入吧。其实在我看来啊，我从来不认为电影和剧对我来说，我对待这个角色、对待这个故事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其实没有。我就是要好好演好每一个角色，这是我的工作。那电影，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走上大荧幕，能够再让大家花钱买票到电影院去观看自己的表演。这个是梦想，是殿堂，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着急，没有想过是马上让自己一下就在电影里面更多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出现。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遇到一个合适的角色、合适的故事，自己能够承载得了，并且能够互相成就的一个本子和故事在电影里面出现，还是要谨慎的去选择吧。对。你的好友小明哥说祝你拿影帝哈，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祝福。我觉得就是向小明哥学习吧，他也是一直都是在影视行业里面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一个榜样，包括他的做人做事。其实一直我都跟小明哥说，以你为榜样，我也要向你学习很多从艺道路上的这些点点滴滴。所以他也一直都是我的好大哥。这次也是我跟他一说，他立马从外地就飞过来看了，来支持，也非常感谢他。国庆档有2部都是男主角，所以这个假期对你来说会格外的重要吗？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作品在国庆档跟大家见面，这个我觉得是我突然间的意外之喜，而且一下还是2部。希望自己这次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吧，能够把我们塑造的角色和故事走进大家的心里，得到大家的认可。